从无为到报一，《道德经》第17至22章的哲学思辨与现实启示摘要。本文章聚焦于《道德经》第17至22章的核心思想，通过文本解读、哲学分析与现实关照，深入探讨老子所倡导的治国理政理念、修身养性之道以及辩证思维方式。从太上下之有之的理想政治境界，到曲则全、枉则直的处世智慧，这些古老哲思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，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。同时，文章将融入愿修视角，从道悟愿、以愿见道、愿为法印3个维度，引导读者将老子哲学转化为内心愿力与实践行动。第17章理想政治的4重境界。1.1 太上下之有之的无为而治。道德经第17章开篇便提出太上下之有之，其次亲而誉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，构建了理想政治的4重境界。老子认为，最理想的治理状态是太上之治，执政者以无为而治的方式施政，百姓仅知其存在，却感受不到权力的强制与干预。这种治理模式强调顺应自然规律，不过度作为，让社会在自发秩序中运行。在无为而治的理念下，执政者如同春雨，润物细无声。他们不追求个人功绩与声名，而是通过制定合理规则，营造宽松环境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与现代治理中的最小政府理念不谋而合。政府只需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与秩序保障，减少对市场和社会的过度干预，从而激发社会活力。愿修延伸第17章，从太上下之有之的无为之治中，我体悟到修愿亦应如无声之雨，润物而不自显。愿我以无为之愿，行有成之德，不居其功，不见其名，让善念自然滋养身边人，如同春风化雨，不留痕迹。1.2 信任与权威的构建。老子指出，理想的执政者需功成事遂，百姓皆为我自然，这揭示了政治权威的本质。真正的权威并非来自强制力，而是源于民众的认同与信任。当执政者将成就归于自然规律与百姓努力，不居功自傲时，反而能赢得民众的尊重与支持。这种政治智慧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，离不开对民众意愿的尊重与对权力的克制。愿修行动第17章，在人际交往中，我愿践行信任构建的智慧。面对他人的成就，真心给予祝福而非嫉妒；面对合作成果，不急于彰显个人功劳，而是将成绩归功于团队协作。每日修愿练习，今日我愿主动肯定一位伙伴的付出，不提及自身贡献，让信任在真诚中生长。第18章大道废与仁义兴的辩证思考。2.1 道德退化的根源，有仁义，智慧出，有大为；六亲不和，有孝慈；国家混乱，有忠臣。老子以辩证视角揭示了道德观念产生的背景。在理想的大道状态下，人们遵循自然法则，无需刻意强调仁义孝慈；而当社会秩序崩坏，道德沦丧时，才需要通过倡导仁义、表彰忠臣来挽救危机。这种观点并非否定仁义道德的价值，而是批判形式化的道德倡导。老子认为，真正的道德应是内在自觉，而非外在强制。若社会过度依赖道德口号，却忽视制度建设与人性培育，反而可能催生伪善与作秀。愿修延伸第18章，从道德退化与复归的辩证中，我明白，修愿不应停留在表面口号。愿我以真诚之心践行善念，不做道德表演，让每一个善愿都扎根于内心的觉醒，而非外界的评判。2.2 对现代道德建设的启示。在当代社会，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，道德失范现象频发。老子的思想提醒我们，道德建设不能仅停留在宣传层面，更需关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与人性的滋养。只有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，营造和谐的制度环境，才能让道德成为人们内心的自然选择，而非被迫的行为规范。愿修行动第18章，我愿从自身做起，为社会道德建设添砖加瓦。当看到不公正现象，不做冷漠的旁观者，而是以恰当方式发声。在日常小事中，主动传递善意，用行动感染他人。
每日修缘练习，今日我愿做一件看似微小却能传递善意的事，如给陌生人一个微笑，帮助老人过马路，让善的种子在生活中发芽。第19章，决胜气质的深层意涵。3.1对智巧的批判，民利百倍，绝人弃义，民复孝慈。绝巧气力，盗贼无有。老子看似激进的主张，实则蕴含深刻的社会洞察。他批判的并非真正的智慧与道德，而是统治者利用智巧权谋进行算计，以仁义之名行控制之实。在老子看来，过度的智巧会破坏社会的质朴与信任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与争斗。愿修延伸第19章，领悟到对智巧的批判。我愿放下内心的机巧算计，愿我以质朴之心待人接物，摒弃功利之心，让真诚成为与世界相处的底色。3.2返璞归真的理想。老子倡导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，主张回归人性的本真状态。这种思想与现代社会的极简主义、慢生活理念有相通之处。在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人们往往被物质与功利裹挟，失去内心的宁静。老子的智慧提醒我们，减少对外在事物的过度追求，回归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，方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愿修行动第19章，我愿践行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，清理家中闲置物品，不盲目追求物质消费，减少无效社交，留出更多时间独处与思考。每日修缘练习，今日我愿舍弃一项不必要的消费欲望，将节省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精神成长中，如阅读一本好书，学习一项新技能。第20章，众人昭昭，与我独昏昏的价值抉择。4.1对世俗价值的反思。如享太牢，如春登台，我独泊兮，其未兆；如婴儿之未海。老子通过对比众人与我的状态，展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。世俗之人追逐功名利禄，沉溺于感官享受，而老子选择独异于人，而贵识母，以道为根本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清醒。愿修延伸第20章，在世俗的喧嚣中，我愿坚守内心的宁静，愿我不被功名利禄迷惑，以道为指引，做清醒的自我，在纷扰中守住心灵的净土。4.2个体的精神坚守这种独昏昏的姿态，并非消极避世，而是一种清醒的反抗。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中，个体更需要保持独立思考与精神定力，不盲目追随世俗潮流。正如老子所言，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独闷闷。这种看似愚钝的选择，实则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领悟。愿修行动第20章，我愿在生活中保持精神定力，面对流行趋势，不盲目跟风；面对他人的质疑，坚守自己的判断。每日修缘练习，今日我愿拒绝一个随波逐流的行为，坚持做符合内心价值观的选择，如放弃参加一场无意义的社交活动，选择安静的自我提升。第21章，孔德之容。为道是从。5.1道与德的关系。为道是从明确了道与德的关系，德是道在具体事物中的体现，遵循道的规律，行事便是有德。老子进一步描述道的特性，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，呼吸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呼吸，其中有物。强调道虽无形无相，却真实存在且蕴含万物的本质。愿修延伸第21章，知晓道与德的紧密联系。我愿以道为准则，践行德行。愿我在生活的点滴中，时刻感知道的存在，以顺应道的方式生活，让德行自然生长。5.2德的实践意义在个人层面，为道是从，意味着顺应自然规律，保持谦逊与敬畏之心；在社会层面，则要求制度与政策的制定需符合客观规律，避免主观臆断。现代管理学中的顺势而为理念，正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愿修行动第21章，我愿在工作与生活中践行为道是从。遇到问题时，不急于求成，而是冷静分析规律；与人合作时，尊重他人与事物的发展节奏。每日修缘练习，今日我愿观察一件身边事物的发展规律，如植物的生长、水流的走向，并从中领悟顺势而为的智慧，应用到当天的行动中。第22章，曲则全的辩证智慧。6.1辩证思维的体现。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。老子以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事物的辩证关系，
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，实则蕴含着相互转化的规律。弯曲能保全，低洼能充盈，守旧能迎新。这种思维方式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，引导人们以更灵活的视角看待问题。愿修延伸第22章，从辩证思维中，我领悟到修愿之路不必直来直去。愿我以灵活的心态面对愿行中的困难，懂得迂回与退让，相信曲折亦是圆满的一部分。6.2 处世哲学的应用在现实生活中，曲则全的智慧尤为重要。无论是人际交往中的妥协包容，还是事业发展中的迂回进取，懂得以退为进，往往能收获更好的结果。正如老子所言，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这种不争之争的智慧，展现了更高层次的处世境界。愿修行动第22章，在现实中，我愿练习曲则全的处事法。面对批评时，先反省；面对冲突时，先退让；面对选择时，先看整体。每日修愿练习，今日我愿做一件以退为进的事，不争而化之。如在意见分歧时，主动倾听对方观点，暂时放下自己的坚持，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。结语：道德经第17至22章所蕴含的思想，跨越千年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从理想政治的构建到个人修身的指引，从辩证思维的培养到价值选择的坚守，老子的哲学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。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，我们既要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，也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，以无为而治的智慧平衡发展与稳定，以曲则全的辩证思维应对复杂挑战，最终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。总愿结语：愿我行无为之道，修报义之德；愿我处曲得全，守静见明；愿修之心，弃道之用，化世之行，不离真常。愿每一个善愿都能在生活中生根发芽，以道为舟，以愿为帆，驶向内心的宁静与圆满之境。愿我守道而行，不争而胜，化世而无名。